今天网络上最知名的莫过于这张新闻照片了。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社群软体啊，可以说是滑到哪里啊，都被这张照片给洗版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张照片会这么的突出吗？这么的成功吗？以及这张照片它是怎么样被拍摄出来的呢？今天我们要从摄影的角度来原原本本的分析这张照片的背后故事。嗨，大家好，这里是 First Lab 摄影实验室。美国目前正在进行总统大选的前哨战啊。那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今天在宾州进行选举造势的时候啊，突然遭到枪击。那活动进行到一半，突然传出枪响。那川普疑似中枪之后啊，右耳和脸部染上鲜血，被美联社摄影师 Evan Vucci 拍下这张几乎可以说是肯定会在历史上留名的新闻照片。在画面之中啊，川普高举着右臂，喊着 Fight。那搭配上背后的美国国旗啊，那短时间内就传遍了全球。那甚至有很多人说，这张照片的经典程度啊，根本就是普利兹奖的候选了。那包含马斯克啊，还有很多政治人物在内啊，也立即转发这张照片啊。那这张照片也在社群媒体上广为流传。那甚至有些支持者还马上制成了 T 恤啊，那或者是各种迷因改图也应运而生啊。那基本上可以预料啊，在将来的几个月当中，我们还会不断的看到这张照片的各种改图或者是延伸应用。那么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拍下它的摄影师啊，来头并不小，他就是美联社的摄影师 Evan Vucci。那他同时也是2021年普利兹摄影奖的得主之一啊。那当年的得奖照片就是美国黑命贵这一系列抗议活动的记录影像。那你可以看一下这张新闻照片啊，那从摄影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一张很突出的照片。那 Evan Vucci 他是何许人也呢？他除了是一名新闻摄影师之外，他目前拍摄的题材也主要是以美国政治为主啊。那过去还曾经获得了世界广播电视数位新闻协会所颁发的一个摄影奖项啊。当时Vucci在伊拉克驻扎了15个月，那拍摄当地的美国士兵以及他们的家人。那根据普利兹网站的公开资讯Vucci在工作之外还会练习综合武术那也会参加巴西柔术的锦标赛，那可以说是战斗系的摄影师。回来讲这张照片，它是用什么样的相机跟镜头拍摄的呢？答案是 Sony Alpha 9 Mark 3搭配上 f1 2470mm f2.8 G Master 的一代镜，不是二代。那拍摄参数是焦距 24mm 光圈 f2.8， 快门4000分之一秒 ，ISO 160。那每次看到这种经典照片我就会想要去找照片的 EXIF， 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职业病啊？那实际上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它并不是原图而是有经过一定程度的裁切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那我想有些人会很好奇的是新闻记者都用什么样的相机跟镜头呢？其实答案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那如果是自由摄影师当然是想用哪一台就用哪一台但是如果是媒体公司的记者例如说是美联社，那就是看公司配给。所以为什么是用 Sony A9 Mark 3这台相机拍摄呢？其实美联社在2020年的时候就宣布和 Sony 达成合作协议那未来美联社旗下所有的摄影设备都是采用索尼的器材。事实上，这也是美联社第一次统一旗下摄影记者的器材。那美联社副总编辑受访的时候也曾经表示说统一使用索尼有作业上的优势那譬如说照片的品质跟色调会比较均一，那有一些功能像是静音拍摄在新闻摄影领域也可以避免打扰到被摄者，而且可以让摄影师共享配件记忆卡电池镜头等等那美联社的一般配置是每个摄影记者会配备2个机身以及4到5颗镜头。那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新闻摄影主要用的是 A9 Mark II， 那人像摄影跟录影方面则是使用 A7R4。那看起来目前已经升级到了 A9 Mark 3以及 A7R5。那至于美联社的记者一天总共要产出多少照片和影片呢？那答案是平均一天会产出3000张照片以及200部影片。那这些素材全部要遍及全球的250名美联社员工所产出。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正题就是用摄影构图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这张照片会如此的成功。那首先我们看整体布局整个画面大致呈现三角构图但是这并不是完全的正三角形，而是重心往左稍微偏一点。那因为这个旗杆跟国旗所包围出的线条实在太过明显了，所以它不太算是正三角形。那虽然说重心往左偏移但是右边的国旗刚好可以平衡整个画面的重心所以这张照片在映入眼帘的第一个效果就是比较稳定，它赋予了中间的人物一个坚定的特质。那接着我们看画面中的组成画面中总共5个人其实应该算是6个人那最左边的随扈他们的姿态是掩蔽他的视线是往下的。那右边这个随扈他好像有点愣住了。那乍看之下，他在整个画面之中好像显得有点突兀但其实它的存在很刚好，它恰好的给了主角也就是川普起到了绝佳的对比作用。那少了配角，你并不会觉得主角看起来有多么强大，但是多了个鲜明的对比，你就会突然觉得，画面中的川普竟然可以在枪击当下马上就组织这么有煽动力的一个动作好像还蛮猛的。
前面我们提到第一眼的构图、第二眼的角色与神情接着我们要讲比较细部一点的，就是整个画面中力量的走向。这是一张很多人在用力的照片左边这2个水壶想要把警卫对象，也就是川普，把它用力往下按。那右下角其实还有一只手拉着，所以整个画面的力量走向是这样：往左下、往右下，还有往下。那几乎都是向下，但是只有川普的力道方向完全跟其他人是相反的，就是几乎往着正上方，这使得他的肢体更加的凸显了。那在整个画面之中，同样向上的力道还有一个，那就是后面的美国国旗它是向右上方飘动的。那综合以上这些元素这种摄影之中反复运用对比的构图就构成了这张令人印象非常鲜明的新闻照片了。那其实在这个场合之下，摄影师也拍了很多其他的照片，但你可以看一下这几张他们的间隔不过就是1-2秒之间的事情但是比较起来这张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照片。那接着是后话这张照片其实是经过裁切的，原图的视野要更广阔一些这也比较符合24mm的广角透视感。那裁切之后倒是比较接近35mm的视角但是还是必须要说裁切后的2次构图实在是取得很巧妙，为这张影像起了画龙点睛的效果。那摄影师 Evan Vucci 在事情发生之后他也接受媒体访问说明当时其实整个情况发生得很快速当他听到枪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美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时刻那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必须要快速完成一项工作那因此他快速的跑向舞台。那接着看到特勤人移动之后，他就跟着跑到舞台另外一侧，那记录下这张会在历史上留名的照片。那这段是事发当下的影片，你可以看到其实摄影师的行动是相当果决的。那要拍下这张照片需要什么样的技巧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技巧讲解才怪这种照片看的不是什么摄影技巧，或者是说技巧根本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你的经验你的临场反应以及事发当下的反应跟走位，以及你作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如何发挥你的专业与职业精神，还有一些运气才是决定一张照片能否成功的最大因素。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次突发事件的分析啦。不知道有没有粉丝想到很久以前我们开过的摄影史上的今天系列？虽然说这系列之后断更了，但是今天发生的新闻事件其实蛮符合我们以前摄影史上今天的选题那就是以摄影写下的历史为题那进一步来做解析照片背后发生的故事，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器材以及这件事情在摄影历史上又起了什么重大的作用。那其实我自己也是蛮想做做看这系列的，例如像是改编历史的10大照片之类的。那如果你也对这样的题目有兴趣，也可以在下面许个愿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也来做看看。好，那以上就是这次很临时的摄影时事更新啦。那这里是 First Look 摄影实验室，我们下次见啦。